渗透你脸颊。仙缘你们已经拿到了，回去吧。乌龟前辈，有一事想要麻烦你，你不是仙界半神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开主仆器？这气我不能解。为何？我观这气仙力浑厚，我看整个大泽山，也只有东华有这个本事了。确实，是师尊飞升前为我们设下的。东华设气，是在保护你们俩。保护。之前确实是要保护的，不过现在真的不用保护了。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若是乌龟前辈不愿说，便罢了。反正我们找齐了凤隐仙缘，这气自然也就解了，总有机会的。多谢乌龟前辈，告辞。走吧。好了。缘起。我跟你疗愈啊，你伤好些了吗？这点小伤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还是帮你看看吧。行了，快回去吧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怎么了？你还害羞啊？跟我去。老大不小，怎么没羞没臊？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？我想过了，你这个人也不是什么都做不好，关键的时候还是挺顶用的嘛。我也答应你，我不会再用驯服主人的法子对你了，所以嘛，我当你是我朋友了。等等。有些事情，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我帮华叔确实是因为他对我有恩，我又倾慕于他，但这绝不是我违背师尊意愿，把伞借给他的原因。孔雀一族年轻一代并无翘楚，孔雀王独木难支。我帮他，是因为他有一片爱父之心，我不想他跟我一样失去父亲。你父亲？我们家之前曾经遇到一些劫难，我父亲选择了独自面对，离开了我，还有我的母亲，独自承担这次劫难。最后，他连我跟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。你父亲是个高义薄云之人。他确实是个英雄，救了很多很多人。从情理上来说，可以理解他。但我发现，好像就是身上这样的压力越大的人，
就越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自己。就像凤翅那样，没有办法为了自己而活。那就逍遥自在的做你自己就好了。你还有大泽山，还有我，你只管做你自己，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。对，我家阿英说的对，我真的很喜欢大泽山的一切。我想跟大家永远待在一起，包括你。包括我。当然了，虽然呢，你还不是师尊的正式弟子，但你的名字至少也在我们山门卷上呀。你知道的，我们水灵兽寿命短，不过我会努力活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跟大泽山的师兄们，还有你，待久一点。好了，放心吧。等我们解开这个主仆器呢，我就去天地历练，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法。加油！你衣服没穿好。是为他。又把你的卷线录拿出来了，怎么，最近又碰到什么如意郎君了？妖界好看的妖君这么多，我当然要写下来啊！这写的我手都软了。哼。怎么了？是要走了吗？不着急，我刚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想不想去看看？好玩的地方？走。什么地方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都不知道妖界有这么美的地方。妖界只是一个称呼，虽然这里叫妖界，但其实也有很多很美好的事。妖界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，仙族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人，一切善恶都要以人性命，而不能以身以合作。我这次见到狐王红若、回忆还有三火龙君，我就知道，妖族其实不像我们想
是很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准备带你去妖市逛逛。去妖市，不去归墟山。当然要去。现在守护归墟山的是前天帝的女儿陈敏公主。我们去之前，给她准备一份厚礼。妖市有妖界当今最大的祖方，那个祖方明日的采集是前天帝，也就是陈敏公主家的族徽。那族徽之前在仙妖大战的时候遗失了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居然来到这妖界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个族徽，交给陈敏公主，就能够讨她欢心，对不对？聪明死了你！哦，快看，看到吗？说那是什么？那个叫流星，在人间有传说，如果你看到流星的时候许愿，你的愿望都会成真。那我就希望明日我们在赌坊能够拿到彩头，拿到族徽。还有，继续。我希望我们能赶紧集齐凤羽星人，解开主服器。我还希望我能够找到玉出我妹妹，然后水灵兽一族就有救了。我还没有了，我还有好多愿望没有许。再等等，来了。哦，我希望大泽山的师兄们，贤善师兄、贤竹师兄，还有青衣，还有所有人都能开心。我希望。我希望安静，永远不像刚才那样悲伤。有话好好说，干嘛动手动脚？拿把小孩玩的破剑，也好意思来当读本？管我这把神器叫破剑，没有足够本金，不准入内，快走！不识货。什么不识货？以你现在的灵力，谁能看得出这是一把神器啊？你看，就这么长，还没有剑柄长。这位姑娘，那边的九公子，请你过去一叙。九公子？什么九公子？初来乍到，不认识的九公子，就不去打扰。这么着急要去哪儿？弘毅，弘毅，他是小狐狸。一进禁幽谷就看不见你的影子。其实你一直偷偷跟着我，知道我们要来这儿，对不对？阿英，即日不见，可有想我？什么想不想你啊？一面之缘，在紫月山你还不告而别，我们没那么熟吧？别对他这么凶巴巴的，他又不是坏人。怎么会是一面之缘？我与阿英，好歹是一夜之缘。
说什么呢，臭狐狸！哎，阿英，以后就叫我的小名阿九吧，这样亲近，也不容易被人察觉我的身份。阿九，阿九。哎，你跟着这样没用的小仙，没前途。我在前面备了一艘画，我们一起去游览江河风光吧。哎呀，不愧是只狐狸，尾巴那么快就露。我有狐狸尾巴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有些人，一直以主人自居，绑着人家不放。可以了，先别说了。阿九，我跟阿静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所以我不能跟你去了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对妖界很熟悉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帮我们进入这个赌坊？赌坊？拖着这个后腿，也没办法带走阿英。看我怎么把你困住！这有何难？跟我来。走。九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本公子今日忘了带赌本，不过赌坊的规矩不能破。喂，先祖，没错，这就是我抓来的仙奴。阿九，今日就把他抵作赌本了。你说，里边请。阿英，我们走。同意。九公子，这边请。阿英，坐。谁让你坐了？仙奴在旁边站着。九公子稍坐，我去准备一些点心。阿九，你的伤可有复发？其实这2日，我腰丹的伤经常发作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你的腰力又动荡了，我来帮你。阿英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种治疗方式是会灼烧内丹、折损寿元的。可是这会伤及阿英的性命。各位，看这里！下面开始我们今日的琳琅赌局，这个便是今日赌坊的第一个彩头。仙界前任天帝陈辉家的族徽。这也能赌啊？他是出来赌。在那个陈辉家，那可是仙界最风光的家族，如今连这族徽都成彩头了。唉，还不是天后白芷为了一己之私挑起了仙妖大战，被银河真神降下神罚之后，才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真是可惜了陈敏公主，全族只剩她自己，200多年独守归墟山，太可惜了。可惜了陈敏公主。你们来赌坊，就是要这族徽？要这东西做什么？你管这些做什么？诸位，若是感兴趣，便可上台来赌一局。若是赌赢了，那此物便是您的。怎么样，诸位，谁想玩一把？我来。来一个仙奴啊！我要赌。这个仙奴啊，仙奴还真赌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替人来的。没错，这场赌注就把这仙奴
做本钱了。好。三眼母老虎，妖皇家亲戚，妖界赌王。他只要看到你这样长得白白嫩嫩的小哥，都是亲自上阵的。据说从来没输过哦。有病！那你还拿我赌啊？自求多福。这局我亲自坐庄。看你初来乍到的，不欺负你，就玩最简单的好了。掷骰子比大小，一局定胜负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掷骰子什么的，我最在行了。3个6， 3个6，不小啊！哎呦，这运气还不错。还有谁啊？3个8，3个8呀！就说他不行嘛。这还有8码。我赢了，带走。认赌服输，给你吧。不，哎，阿英，你不是讨厌他吗？正好他被带走，不是少了麻烦。怎么说他也是我大泽山的师兄，怎么能在这儿被带走？我不能带走。等等，我再跟你赌一把。你还有什么赌注跟我赌呢？我拿我主人跟你赌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的主人爱慕当家的许久了，只是他这个人比较含蓄，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这一次也是专门派我来引起当家的注意。他胡说八道，好看，他害羞。这位小公子恋慕我。哎，什么叫小公子？这位可是当今吴王的亲侄子，弘毅殿下。我主人曾对我说过，他小的时候便在三重天见过大当家，当时就是大当家的念念不忘。你在胡言我。这个东西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所以能不能帮帮我？求你。是。小时候是见过一面。原来你一直惦记人家，你都不说的。不如这样，你陪我喝几杯，我们叙叙小时候的事儿。我
就将此物送给你。你这小仙奴我也不要了，咱们来日方长，如何呀？成交。闭嘴！行，不就是喝酒吗？走走走，我们去厢房好好的。有种！自求多福吧。各位，下面便是今日第2个彩头，是10万年才结一株的仙草——碧血灵芝。这是宝贝啊！是华叔殿下在找的碧血灵芝。碧血灵芝3界难寻，听闻前几日在2重天刚刚毁掉了一株，那眼下这株应该是9州8荒里唯一的一株。诸位，有谁想玩一把吗？我再来。至尊，承让。哎呀，这碧血灵芝是我的啦。碧血灵芝拿来！鼹鼠吗？又是你！阿珍，上次不是厉害的很吗？现在没那把伞就不行了。接住！阿珍，阿姨，快走啊！又来一个帮手。阿珍，别急，要想他活命，就把碧血灵芝交出来。强取的。阿姨，你别听他的。我可是大泽山的长老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大泽山跟鹰族的交情可就没了啊！我去你的大泽山长老！我们鹰族又不是孔雀族，还养他人辟邪。我可没什么耐心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，你要答应我放了他。阿姨，阿英，交给我，放心。碧血灵芝可以给你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你可搞清楚了，我现在手上可是有人质的，你谈什么条件？你就不想听听吗？狐狸，脸过来，狐狸。你说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把它放了。走啊！阿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丢死人了，当众被绑，还说什么大泽山，让你好好修灵，你就是不听。我们快走吧，我也是第一次用虎族媚术，也不知道能管多久。把他一个人丢在这也太危险了吧？
杀了他！要不然先把他绑走，等我们去归墟山办完事，再把他送回仙界。嗯。什么？嚷嚷什么？这女仙，本公子带走了。退下。走吧。走了？啊？这样就走啊？这样。主人，古今已将族徽带往归墟山。出来吧。属下参见主人，恭迎主人，重出九原。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妖，而是魔。属下愿誓死追随主人。卓颖，他们交给你了，给我夺回火黄玉。是。不过，属下有一事不解，那火黄玉为何能打开九渊煞域？九渊煞域乃是混沌初开所设，其中的真神神元早开始减弱，7万年前就出现过一次松动。当时有一上神以冰解之法修复了结界漏洞，但这仍旧是整个封印的薄弱之处。只要我们有了一分真神神元，就可以将这个漏洞打破。可那真神神元，看守九渊煞域的3首火龙体内就有一分地卷的神元，只要有了火黄玉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让众魔重临九州，颠覆三界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是。 200年了，我也该去会会老朋友了。阿若，以后你的事，便是我的事。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必竭尽所有，为你办到。这是我心头虎骨所化，在我们虎族，心头虎骨乃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也是我最脆弱之处。若以此相赠，便是将自己全权交付之意。 唯此余生，仅你而已。我受了几百年苦，心心念念来见你，你竟还想着别人。当年是你自己说要离开红若，同我在一起的。青离。 林墨，我要断1岁，时日无多了。可生死于我并不要紧，我的心意你该知道的。哪怕多活几日，我最后的愿望也是希望可以嫁给你。青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你剩下的日子里，我会守着你的。 阿若，你是否还在怨我？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青灵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只当我的付出是一厢情愿罢了。
缘尽于此，各自安好。不要走。殿下今日为何有闲情在这儿饮茶？只是忽然发现有些好茶罢了，放了很久了。好茶能够被殿下记起，那人呢？何意？其实，林默殿下这些年对殿下的情谊，对殿下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当年之事，其实并非全怪林默殿下，只怪命运弄人，谁又不是裹挟在其中呢？青灵，你身体无碍，还竟修了魔，那你内丹破损，重伤将死都是假的，你早就坠了魔道，用一个假的妖丹演戏，来骗取林默的内疚。都是青梅竹马，凭什么他只选择你？都是九尾狐，凭什么你就是狐族公主？林默他也和我成了亲，凭什么心里念的、梦里喊的都是你的名字？既然我注定得不到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青灵，你疯了吗？你与林默的一往情深，都抵不过我一句人之将死。只要让他一生都记得我，念着我的好，他就永远都不会选择你。顺便告诉你一句，你与我纠缠的这一刻，你的哥哥嫂嫂都已经被仙族杀死了。这里面也有我魔族的一份贡献。红茹，你彻底输了。青灵，颐和真神，你堕入魔道，残杀同类，罪不容诛，当入九渊，受极苦之刑。阿若，别过来！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殿下也说过，再也不怨林默殿下了。不如以后就不要再对他这么冷冰冰的了。好茶虽好，但真心更难能可贵呀。一切就顺其自然吧。改日带他来了再说。虽然阿英答应让你跟着，但我们现在有正事要办，不能老是带着你。你以为我愿意跟着？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放弃，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老放在心上。走了，在这好好等我们啊。站过去了。那好吧。就这点能耐，还想困住我？也不问问我这九尾之身答不答应？
说谁呢？臭鹰！哇，下死手啊你！你给我撒开！怎么了？别说话，安静点。我让你别说话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卑鄙，你无耻！竟然又对我使用媚术！你有本事放我出去啊！你要是放我出去，我就……哎呀，敢戳我的眼，还治不了你了。哎，阿叶，你这次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？试试。真邪啊！何人敢擅闯我归墟山？